机长，咱今天给谁加油？先加六爷，再加小六。就是这道影子，让全世界的军迷在4分22秒里把暂停键摁出了火星子。当小六出现在中国军号的镜头里，全网都在猜，这是歼36，这是传说中的6代机。一句先给六爷，再给小六加油，几个字让整个互联网瞬间开启了全民阅读理解模式。所有人都盯着那惊鸿一瞥的三角翼在惊呼。但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真相，你们全看错了。真正让大洋彼岸睡不着觉的，从来不只是那一架会隐身的小六，因为真正让西方睡不着的，不是歼36，甚至不是空警3000，而是他们背后一张正在悄悄铺开的，覆盖天空、海洋、太空跟电磁空间的天罗地网。今天咱们就从一句给小六加油开始，带大家看懂中国航空工业真正的大招。当然，此招非本招，到底藏在哪里？我是不爱放大招，欢迎来到老友记。同志们，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？每次中国出现一款新装备，全世界媒体都会进入一种统一模式。第一天这是 PPT， 第二天这是模型，第三天这是宣传片，第四天这玩意儿其实没啥意义，第五天都开始疯狂研究，第6天开始加预算了，第7天开始集体失眠、集体焦虑，是不是很熟悉？所以我一直说，判断一个装备到底厉不厉害，不要看别人嘴上怎么说，要看别人钱包怎么花。最近几年美国、日本、欧洲几乎所有军事预算都出现了一个共同关键词儿，不是坦克，不是航母，甚至不是6代机，而是4个字：体系对抗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终于发现，他们一直在研究的对象可能压根儿研究错了。很多人现在天天讨论歼36，今天分析发动机，明天分析压抑，后天分析进气道，再过2天开始拿着 PS 软件算雷达反射面积。大家都快把飞机拆成零件研究了。可真正让欧美军方坐不住的，恰恰不只是歼36，而是歼36居然只是整个棋盘上的一颗棋子。注意今天我要讲的就是整个互联网很少人讲透的一件事。真正可怕的不是中国造出试衣机，而是中国正在造一套会自己思考的战争体系。孙子兵法有句话特别经典，善战者治人而不治于人。什么意思？高手不是拳头最大，高手是让别人按照自己的节奏出牌。这就是现代战争最大的变化。以前比的是谁拳头硬，现在比的是谁的大脑快。而歼36只是拳头，真正的大脑还在后边。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，认为未来战争就是2架飞机空中相遇，然后比谁先锁定发射导弹结束。如果你现在还在这么理解战争，那就好比你认为今天互联网只能用来发短信一样，已经落后整个时代。举个例子如果把现代战争比作一家公司，歼36是什么？销售冠军。空警3000是什么？董事长。那卫星是什么？市场调研部门。无人机是什么？基层业务员。运油20是什么？后勤保障部。运20是什么？物流公司。数据链是什么？公司微信群。你发现没有？没有销售，公司不会挣钱。但是如果一个公司只有销售，没有其他部门，那这公司照样倒闭。真正挣钱的永远是整家公司一起运转，这就是现代战争最大的秘密。很多网友天天盯着歼36，可真正让我眼前一亮的反而是另一架飞机，它飞的没歼36快，没有隐身，没有压抑，没有漂亮外形，甚至很多人都叫不上名字。它就是空警3000。有人会说，大赵，一个雷达飞机有什么好吹的？这就是普通人与体系思维最大的区别。我给大家讲一个《三国演义》的故事。为什么诸葛亮每次打仗都喜欢站在高处？因为站得高才能看得远，看得远才能提前布局。现代战争也是一样，空警3000其实就是天上的诸葛亮。他不是去打架，他是负责告诉所有飞机谁来了，从哪来，什么时候来，打谁，先打谁，后打谁，谁负责诱敌，谁负责偷袭，谁负责撤退。所以它不是一架飞机，它是整个战场的大脑。很多人不知道，现代战斗机真正开雷达的时候，往往意味着自己已经暴露。所以未来6代机越来越少自己找目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人在替他找。谁呢？空警、卫星、无人机、地面雷达全部一起找。找到以后通过高速数据链直接发给歼36。
歼36甚至不用开雷达，拿到坐标直接发射导弹。很多网友把这个叫开外挂，其实不是外挂，这是体系。说到这儿，还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人物——运油20。大家是不是觉得加油机嘛，就是飞过去插个管奶2口继续飞？如果你真这么理解那就太低估它了。《史记》有一句话：“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”古代粮草决定战争，今天燃油决定战争。一架6代机再先进，油箱终究有限。如果只能飞2000公里，别人算准你的返航时间，你就会被堵。可一旦有运油20，整个游戏规则就变了。原本只能打一拳，现在变成无限连招。别人守一个方向，你直接蛇皮走位，绕另一个方向。别人觉得你该回家了，结果发现你的油箱还是满的。所以很多外国分析机构一直强调一句话：真正扩大中国空军半径的不是歼36，而是运油20，因为它让所有飞机都变成长跑冠军。然后还有个真正容易被忽略的大块头——运20。很多网友觉得运输机就是搬东西。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如果战争突然开始，今天需要雷达、导弹、坦克、无人机、维修人员、工程车、几百吨物资，最快怎么送？靠卡车、火车、轮船？太慢了。真正快的就是运20。它像什么？古代的大运河，秦朝的驰道，汉朝的丝绸之路。物流永远决定战争。拿破仑说过一句名言：军队靠卫行军。今天应该改一下，现代战争靠物流打仗。所以运20真正运输的不只是装备，运输的是胜算。还有很多人忽略了未来真正数量最多的一类装备，不是6代机，而是无人机。为什么？因为太便宜了。未来战争有人负责冲锋，有人负责侦察，有人负责电子干扰，有人负责诱骗，有人负责送死。这些角色越来越多交给无人机。歼36更像指挥官，无人机更像蜂群。你打掉一架，后边还有100架。孙子兵法说：兵无常势，未来战争也是一样。飞机越来越少单打独斗，越来越像群狼。但是狼群为什么厉害？因为有联系。于是真正的幕后英雄来了——数据链。很多网友觉得数据链就是无线网，其实差不多，但是比 WiFi 恐怖10000倍。它连接卫星、空警3000、歼36无人机、运油20、地面雷达、海军潜艇、火箭军，全部实时共享信息。啥意思？举一个简单例子：东海某处卫星首先发现目标，不到几秒，目标坐标已经传到空警3000，空警3000计算威胁。同时最近的一架无人机已经飞过去确认了。确认结束，数据直接传给歼36，歼36连雷达都不用开，直接发射远程导弹。与此同时运油20已经飞到预定区域待命，运20正在运输下一批装备。整个过程每个平台都知道其他人在干什么，这才是真正最可怕的地方。不是一架飞机厉害，而是所有飞机就像一个人在思考。很多人问，为什么美国现在越来越强调 AI 战争？原因就在这儿。未来战争拼的已经不是飞机数量，而是谁的信息流最快，谁的数据融合最快，谁的决策最快。易经讲，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过去战争拼钢铁，后来拼导弹，今天拼算法，拼网络，拼体系，拼协同。如果把以前战争比作武侠，一个人一把剑，天下无敌，那未来战争更像电竞比赛，一个人再牛逼，4个队友挂机照样输。所以今天很多人真正看错了一件事儿：歼36重要吗？当然重要，但真正改变规则的从来不是某一架飞机，而是一整套能够协同作战的体系。歼36负责突破，空警3000负责指挥，运油20负责续航，运20负责投送，无人机负责侦察与协同，卫星负责全域感知，数据链负责把所有节点连成一个整体。这就像《道德经》所说：“30辐，共一毂，当其无，有车之用。”真正决定战车价值的不是某一根辐条，而是它们共同构成的整体。放到现代战争也是同样的道理。一架先进战机可以赢下一场空战，一套成熟体系才可能塑造长期的战略优势。所以如果说歼36是锋利的剑，那么空警3000就是眼睛，运油20就是血液，运20是骨架，卫星是神经，无人机是触角，数据链则像中枢神经，把所有力量连成一个整体。真正值得敬畏的从来不是这些数字，真正值得敬畏的是它们终于连成了一张网。
叫天罗地网。孙子兵法有一句很多人容易忽略的话：上下同欲者胜。过去我们追赶的是一架飞机、一台发动机、一部雷达。今天我们追赶的已经不是装备，而是体系。因为现代战争早已不是一个英雄拯救世界，而是每一个节点都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出现，每一份数据都能第一时间找到该去的地方，每一个平台都能成为另一个平台的眼睛、耳朵和拳头。有人负责发现敌人，有人负责锁定敌人，有人负责迷惑敌人，有人负责补给战友，有人负责运输力量，有人负责连接一切。最后所有力量汇聚成一句话：发现即锁定，锁定即打击，打击即胜势。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体系作战。很多网友总喜欢问歼36到底是不是世界第一？可真正的问题应该是当歼36背后站着空警3000、运油20、运20、卫星、无人机跟数据链的时候，还有谁愿意只面对歼36？所以当很多人还在争论歼36到底是不是6代机，空警3000什么时候正式服役，运油20还能造多少架，其实他们看到的只是树木，而真正让世界军事格局发生变化的是整片丛林。30年前我们追赶别人，20年前我们缩小差距，10年前我们开始并跑，今天我们已经开始定义新的赛道。未来真正决定胜负的不是谁拥有一件神器，而是谁拥有一套没有短板、没有断点、没有死角的体系。一架飞机可以赢一场空战，一套体系才能守护一片天空。真正厉害的不是一个英雄，而是一支没有短板的团队。这就是现代战争，这也是中国航空工业几十年厚积薄发后交给世界的一份答案。我是白饭大招，点赞关注，下期再见。